一对母女在家中遭遇了残酷的袭击，警方在介入后发现了一个十分不堪的犯罪现场。经过一番调查，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嫌疑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通过简单的审讯，这名嫌疑人很快交代了犯罪经过，于是他以谋杀罪被警方逮捕。在所有人为这个凶残的歹徒落网感到欢呼时，他的家人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为了帮助他洗脱罪名，他们走上了一段漫长的反抗道路。经过近10年不间断的努力，案件的真相终于被挖掘了出来。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这里是个以美丽海滩和旅游业闻名的城市，它坐落在佛罗里达州南部，人口约为16万人。因为有着绵密的运河系统，劳德代尔堡也有美国威尼斯的美誉。主人公苏珊出生在1945年10月5日，案发时38岁。苏珊是一位单身母亲，在此之前她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在上一段关系中，苏珊和一名叫保罗的地产商人结婚，两人在婚后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尚恩。由于婚后两人感情出现了问题，在生完孩子后没多久，他们就结束了这段婚姻关系。苏珊最终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离婚后，苏珊带着1岁多的尚恩来到了劳德代尔堡，他们在一处友善的社区安顿了下来。由于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苏珊没办法出门上班，当时她所有的生活开销全部来自前夫保罗支付的赡养费。可是这种日子持续了没多久，意外就降临在了这对母女身上。1983年11月8日下午5点左右，当地警局办公室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打电话的是苏珊的朋友，他表示已经1周没有这对母女的消息了，希望警方去他家做一个健康检查。接到报警后，警方并没有感觉有太大问题，因为苏珊所住的地方是一处高档社区，平时根本没有什么犯罪活动。不过在等到达后，他们马上改变了这种想法。当时苏珊家的前门没有上锁，透过窗户发现房间内非常凌乱，这种反常的现象让警方意识到了危险，于是他们进入到了房间。房间内一片狼藉，到处充斥着各种难闻的味道。顺着这股刺鼻的气味，警方来到了厨房。在厨房的地板上，他们发现了已经去世的苏珊。当时苏珊上半身赤裸，裤子被拖到了膝盖下面，她的胸部插着一把没有指纹的刀子，脖子上还有一节缠绕的电话线。从尸体的状态来看，苏珊似乎已经去世有一段时间了。继续勘查后，他们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里又有了令人心碎的发现。苏珊18个月大的女儿尚恩也不幸离开了人世，她的死因被确定为脱水，换句话说，也就是被渴死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残忍的犯罪现场。警方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开始对现场进行勘查。苏珊家的门窗完好，没有遭到破坏，家里的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案发现场除了一根遗留在苏珊内衣上的红色头发外，警方就没有了其他线索。根据这些发现，警方有了初步判断，这名凶手应该是苏珊的熟人，他通过钥匙或者经过苏珊同意进入到了房间。另外，这名凶手和苏珊之间应该有很大的仇恨，他在作案时的力度之大，以至于把刀柄都折断了。得出结论后，警方开始筛选符合特征的可疑人员。第一步，首先要确认苏珊的遇害时间。他们找到了当时拨打报警电话的那位朋友，在朋友那里，警方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据他所说，最后一次与苏珊联系发生在1周前，当时他们正在打电话聊家常，在聊天过程中，苏珊家的门铃响了，于是他们结束了通话。挂断电话后，他就再也没有了苏珊的消息。他的朋友还表示，苏珊的前夫保罗应该是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苏珊在遇害的前几个月就与保罗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其中争执最大的就是那场离婚官司。保罗在离婚诉讼中输掉了孩子的监护权，为此他需要支付近18万美元的赡养费。这笔钱虽然对保罗来说并不多，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在结婚前，保罗就为了自己的财产安全与苏珊签订了婚前协议，所以这笔赡养费保罗肯定是不愿意支付的。朋友的这番言论让警方获得了第一位嫌疑人，于是他们对保罗进行了调查。不过这条线索并没有进展下去，原因是保罗在案发期间有非常可靠的不在场证明。
当时他因为脚踝骨折做了手术，很多人都可以证明他没有离开过。还有一点就是在这起案件中，受害者不仅有他的前妻，还有他1岁多的女儿尚恩。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他不可能会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手。鉴于这些情况，警方首先排除了保罗的作案嫌疑。接下来，警方把调查方向放在了与苏珊有过交往的其他男人身上。经过调查，一名叫约翰的可疑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时年42岁的约翰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就住在苏珊家附近，而且他还有着红色头发。根据邻居的描述，在案发的前几周，约翰对苏珊表现出了过分关注，有时他会舍近求远，故意路过苏珊的家，甚至还会不请自来敲苏珊的家门。刚开始，约翰表现得还非常正常，像一个热心的邻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开始变得有些不太正经。他会故意靠近苏珊，想要和她有身体接触。这种奇怪的行为举止让苏珊感到不太舒服。他曾经在私底下多次表达过对约翰的恐惧和不安。根据这些线索，警方决定找约翰当面质问。由于约翰患有精神疾病，他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了警局。John, you know why we're interested in talking to you, because you live in the neighborhood where a young lady was killed. Yeah, I know that. Were you over at the house? I was at the house, yes. Okay. I did not kill the girl. I did not kill the girl at all. I didn't say that you did. I just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her. What was the conversation about? Nothing at all. John, we're not upsetting you there, are we?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约翰的情绪表现得有些激动，他一直否认自己与苏珊遇害有任何牵连。不过当时的警方认为约翰肯定没有说实话。就在他们准备继续施压时，约翰的母亲为了保护儿子终止了这次谈话。虽然这次审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约翰和他母亲一系列反应让警方加深了对他的怀疑。接下来他们展开了细致的调查，试图找到实锤的证据。由于约翰和苏珊住得很近，所以警方把注意力放在了他们家附近的邻居身上。其中有一位邻居表示，案发当天他听到了从苏珊家传出来的男人说话声。警方立即把约翰在审讯时的录音拿给了这位邻居。在听完录音后，这位邻居认为两个声音听起来完全一致。调查进行到这里，警方几乎认定了约翰就是凶手。不过由于他们掌握的都是间接证据，所以解开谜团的关键还需要放在当事人约翰身上。可是当警方充满期待地再次来到约翰家时，他们却吃了一个闭门羹。约翰的母亲表示，他们已经配合警方做过一次调查了，他们不会再接受任何形式的询问。在得到约翰母亲肯定的答复后，警方也只好作罢。因为约翰虽然是一名成年男性，但是由于精神疾病导致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母亲作为监护人可以帮助他做一切决定。当时的警方认为，如果约翰母亲这关不过，他们几乎没有办法与约翰有任何接触。虽然困难重重，但是警方并不打算放弃这条线索。随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既然约翰的母亲不同意，那就等这对母子不在一起的时候再接近他。有了这个计划后，警方对约翰进行了秘密监控。通过几天暗中观察，发现约翰只有在外出买药时会独自一个人出现。于是他们来到了约翰经常出现的药店蹲点守候。经过耐心的等待，约翰很快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中。通过一番攀谈，约翰同意配合警方再次调查。在准备正式审讯前，警方决定先让精神病专家对他进行评估。在精神病专家对约翰进行测试的时候，约翰突然话锋一转，主动承认了自己实施了犯罪。突如其来的认罪让精神病专家有些不知所措。通过观察约翰的表情，专家认为约翰刚才的说法是发自内心的，于是他把这个结果告诉了警方。警方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对约翰进行了正式审讯。在审讯过程中，约翰详细讲述了他的作案动机以及目的。根据约翰的描述，他对苏珊产生了强烈的迷恋，但是在经过多次表白后，苏珊始终不同意与他交往。案发那天，他来到了苏珊家，再次发起了求爱，但是苏珊依然不答应。在欲望的作用下，他一时冲动对苏珊实施了残害。约翰不仅详细描述了作案过程，他还向警方说出了苏珊穿着的内衣样式。这些从来没有对外透露过的细节，无疑坐实了约翰就是凶手。随后他因谋杀罪被警方逮捕。约翰的母亲在得知儿子被捕后，对警方这种卑劣的行为表达了强烈不满。他认为约翰虽然已经42岁了，但是心智并不成熟，
有时他会像个孩子一样，为了讨好对方编造一些没有的事情，所以他一定是在警方的引导下才说出了这些自己没有做出的事情。虽然约翰的母亲提出了质疑，但是当时的警方根本没有理会，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着手准备起诉所需要的材料。不过在取证过程中，警方遇到了2个非常大的问题。首先就是犯罪现场发现的那根红色头发，测试结果表明那根红色头发不属于约翰。再一个就是约翰的认罪口供，法官认为约翰的审讯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不过即便是这样，警方也打算尝试争取一下。通过反复沟通，法官最终同意精神病专家的证词可以作为证据。在准备工作结束后，这起案件终于进入了审判流程。在法庭上，约翰撤回了先前的说法，他表示之前的供词并不是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是在警方的引导下完成的，他根本没有犯罪。虽然检方的证据非常薄弱，但是约翰在开庭时奇怪的肢体动作以及不合时宜的微笑给陪审团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经过8个小时的审议后，陪审团最终做出了裁决，约翰双重谋杀罪名成立，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外加20年刑期。约翰在被定罪后，大多数人都认为一个凶残的歹徒得到了应有惩罚，但是约翰的家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相信精神疾病导致约翰承认了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一个无辜的人正在监狱接受本不应该承担的惩罚。为了帮助约翰洗脱罪名，他的母亲艾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约翰解救出来。在接下来的日子，艾玛和律师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反抗道路。可是7年过去了，约翰的上诉始终没有任何结果。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的身体，艾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生怕自己活不到儿子出狱的那天。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找到了他。这位律师在了解完全部经过后，表示有信心能帮助约翰走出监狱。听完律师的话后，艾玛重新燃起了希望，她押上了全部身家，打算进行最后的尝试。在正式接手约翰的案子后，律师对整个事发经过进行了仔细研究，之后他发现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首先，这起案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甚至连间接证据都没有，唯一定罪的依据来自约翰自己的供词。其次，当时的法官认为一个正常理性的人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由于约翰患有精神疾病，他并不是常规意义上完全清醒的正常人。基于这一点，律师正式提出了查阅当年办案材料的请求。接到这个请求后，劳德戴尔堡的警局为了避免出现失误，首先对当年的卷宗进行了自我审查。起初，这位审查的警员并不认为当年他的同事错怪了约翰，但是在经过仔细查阅办案材料后，他也发现了很多可疑的地方。首先，约翰在交代犯罪经过时说道，当时他刺了苏珊3刀，然后用在家里拿来的绳子窒息了她，但实际上苏珊是被一根电话线窒息，而且她的身上只有1处刀伤。其次，约翰说当时苏珊穿了一条黑色裤子，但实际情况是苏珊穿的是一条白色裤子。约翰描述的所有细节都与案发现场的情况完全不一致。根据这些发现，审查的警员又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工作，结果他又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发现。原来当年苏珊在遇害后，就有人提供了凶手的线索。一名年轻人给警方写了一封举报信，他表示自己的父亲罗伯特犯下了这起残忍的案件。举报信里详细描述了作案经过，比如尸体摆放的位置，以及在作案后如何布置了案发现场，让这看起来像是遭遇了抢劫。这些描述都与案发现场的情况基本一致。不过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当时办案的警员并没有对这条线索进行调查。有了这些发现后，审查的警员得出了结论，身在监狱里的约翰确实是被冤枉了，真正的凶手仍然在逍遥法外。这些发现在经过层层上报后，最终传到了州检察官那里。检察官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指派了一位资深的调查员对此案重新调查。接到这个任务后，调查员首先来到监狱，对约翰进行了询问。当时的约翰在监狱里已经被折腾得不像样了，由于自理能力很差，导致他不能很好的照顾自己，不会刷牙让他的牙齿几乎烂掉，不知道躲避阳光让他患上了皮肤癌，生性胆小的他还会经常遭到其他囚犯的欺负。时隔多年后，受尽了各种折磨的约翰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这一幕看在调查员的眼里，让他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这也促使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抓到真正的凶手。调查的第一步，首先要确定嫌疑人。
通过查阅当年的办案材料，调查员认为唯一有作案动机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苏珊的前夫保罗。虽然当时保罗由于受伤无法实施犯罪，但是他仍然无法摆脱雇凶作案的嫌疑。由于可用的线索很少，调查员把重点放在了那封举报信上。根据举报信上描述的作案详细程度，罗伯特无疑就是执行犯罪的真正凶手。不过调查员始终认为保罗才是这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在对罗伯特背景调查后，他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罗伯特和保罗有过生意来往，两人属于朋友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一定就是保罗指使罗伯特实施了犯罪。尽管举报人向警方提供了所有犯罪细节，但是这并不是直接证据，无法支持他们实施抓捕。当时的调查员认为，唯一能将保罗绳之以法的办法就是说服杀手罗伯特配合他们告发雇佣他的人。但是话说回来，一个罪犯怎么可能会主动承认自己犯罪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调查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了针对罗伯特犯罪的豁免权。相关部门在经过慎重考虑后，最终同意了这项提议。随后调查员带着这份协议找到了罗伯特。罗伯特在得到相应的保障后，他向调查员讲述了案发的全部经过。按照罗伯特的描述，保罗由于赡养费的问题对苏珊产生了不满，为了避免自己的财产遭到损失，保罗就有了让苏珊永远消失的想法。最终他拿出了$14,000让罗伯特帮助他完成犯罪。罗伯特在拿到这些钱后，又找到了一名叫塞里奥的同伙，两人通过商量后敲定了犯罪计划。随后他们按照保罗提供的地址来到了苏珊的家。罗伯特作为保罗的朋友，他和苏珊在之前就有过接触，于是苏珊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就让他们进入到了房间。进入房间后，罗伯特就对苏珊实施了残害。犯罪结束后，为了迷惑警方的调查方向，他们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伪装。在拿走一些贵重物品后，他们就离开了这里。罗伯特还表示，苏珊1岁多的女儿尚恩其实并不是计划里的一部分。当时他给保罗打了电话，询问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保罗表示让他们直接离开，他会安排人去苏珊家接走他的女儿。但是实际上保罗根本没有打算营救尚恩，他狠心把1岁多的女儿留在了那里。听完罗伯特的描述后，警方终于弄清楚了这里面发生的所有经过。为了确保掌握充足的证据，警方要求罗伯特给保罗打一个电话。 Hello. Yeah, Paul. Yeah. This is Beckett. Hi, buddy. How you doing? Pretty good. How you doing? Right now I'm not doing very well at all. Really? Listen, when I talked to you in your office about doing a number on Susan for you.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talked to me abou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isten, I'm in enough trouble right now. I need some help here financially, too. Well, listen, I've always been able to help you. I always will help you, but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with this Susan thing.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Look, Hamway, I did this. I killed her for you. I need some help. Wait a minute.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他们一开始的计划打算让保罗自己承认参与了这起案件，但是狡猾的保罗早就察觉到了这一点，他避重就轻，始终不谈苏珊遇害的事情。不过即便是这样，警方也抓住了保罗露出的破绽。作为一个失去女儿和前妻的人，当凶手主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愤怒，反而表示会资助凶手。这些聊天内容足以证明他参与了这起案件。有了这些证据后，警方对保罗和帮凶塞里奥实施了抓捕。当他们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检察官马上着手准备把无辜的约翰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当他们来到监狱后，约翰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得知自己获得自由后，他的脸上慢慢露出了微笑。这一刻，他和他的家人等了近10年。1994年3月，苏珊和尚恩遇害的11年后，这起案件又重新进入了审判流程。最终，保罗和塞里奥因犯有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罗伯特由于获得了豁免权，他被免于刑事责任。审判结束后，约翰对当地警局提起了诉讼。最终，这场官司在庭外达成和解，约翰获得了$100万的赔偿。截止到现在，3名凶手中，塞里奥和罗伯特分别在1997年和2004年去世，主谋保罗仍然在监狱内服刑。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